公元前121年夏天，距离霍去病第一次征战河西走廊仅仅过去了几个月。汉武帝决定再次派出2路大军征伐匈奴。第一路由霍去病和公孙敖率领，从北地郡出发进攻河西走廊。北地郡的治所在今天甘肃省环县东南的马岭镇。第二路由李广和张骞率领，从右北平郡出发。右北平郡的治所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宁城县西南。他们的任务是牵制住伊稚察单于和左贤王，阻止他们派兵去救援河西走廊。李广率领4000人为先锋，先行出发。张骞则率领1万人的主力大军随后跟进。可是李广的4000人出征后，却遇到了左贤王率领的4万主力大军。汉军的士兵们非常的恐慌，李广为了鼓舞士气，他让自己的儿子李敢独自带领几十名骑兵去直穿匈奴骑兵的包围圈。李敢带领骑兵在匈奴的阵地上跑了一圈，又安全地返回，并当着士兵们的面告诉李广，匈奴人很容易对付。于是汉军便军心大振。接下来，李广将军队布置成一个圆形的阵势，面向四周，抵御匈奴。匈奴人发起冲锋，一时间箭如雨下，半天时间，汉军就死伤过半，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，但依然毫不退缩。可要命的是，汉军的箭矢马上就要用完了，士兵们又开始慌乱了起来。可他们见李广依然气定神闲，士兵们也就有了底气。这时，李广下令让所有的士兵只拉弓不放箭，他亲自用大黄弩弓射向敌人的副将，一连射死了好几个，匈奴便不敢再贸然的冲锋了。不多时，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双方都罢兵回营，汉军可算是熬过了第一天。第二天天明，战斗再次打响。就在汉军精疲力竭，要被匈奴彻底歼灭的时候，张骞终于率领着主力大军赶到了。匈奴见状，便下令撤走了。此时汉军已经是疲惫不堪，根本没有精力再去追击匈奴了。何况此战汉军虽然伤亡惨重，但也算是完成了牵制匈奴的作用。于是李广便率军回到了右北平郡。再来看霍去病和公孙敖这一路。上一次霍去病是从乌梢岭进入的河西走廊，所以在这条路线上，匈奴必定有所防范。于是这一次霍去病决定采取大纵深迂回的战略，再打匈奴一个措手不及。他率军从北地郡出发，在贺兰山的北面进入乌兰布和沙漠，然后沿着巴丹吉林沙漠的北部边缘前往居延泽。居延泽就是今天的居延海。发源于祁连山深处的若羌水，也就是今天的黑河，流经800余公里后，汇入了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的2块洼地，形成了东西2大湖泊，总称居延海。东边的叫苏伯诺尔，西边的叫噶顺诺尔。在这里稍事休整之后，汉军便沿着弱水南下。弱水指的是黑河的下游，弱水3000，只取一瓢饮的弱水，指的就是这条河。按照原计划，公孙敖的大军从北地郡出发，渡过黄河后，就应该沿着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的南部边缘前进，两军在弱水汇合，然后在一起突袭匈奴。可是当霍去病的大军来到这里时，却根本就没有公孙敖大军的任何消息。事实上，公孙敖的大军在刚进入腾格里沙漠的时候就迷路了，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来不了了。此时霍去病的大军人困马乏，干粮和粮草也已不足，如果继续前往河西走廊，一旦被匈奴围困，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。但是霍去病并不打算就此退兵，他决定孤军挺进，继续完成任务。于是霍去病的大军再次出发，他们从河狸山的北部对浑邪王和休楚王的侧背突然发起猛攻。匈奴万万想不到，霍去病回去才仅仅几个月，就再一次如同神兵天将一样，突然就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于是匈奴只能仓促应战。经过激烈的战斗后，浑邪王和休楚王再一次战败，仓皇逃走。就这样，霍去病在没有援军和后勤补给的情况下，只依靠自己的一支孤军，再一次大败匈奴。据说他战败匈奴后，拿出汉武帝御赐的美酒犒赏将士，但是由于酒少人多，霍去病就将美酒倒入泉水之中，与众位将士共饮，从此这个地方
便称为酒泉。此战，霍去病再一次打破了他之前的战绩。他先是俘虏了丹桓王和囚徒王及其相国和都尉以下的2500余人，然后共斩杀和俘虏的匈奴人高达30200人，并且生擒了匈奴的5个王、5个王母，以及匈奴单于的胭脂及其王子59人，还有相国、将军、当户、都尉等63人。战果是异常丰厚的，对匈奴实力的打击也是非常沉重的。然而，汉军也因为没有等来公孙敖的支援，损失了将近3%的人马。至此，第二次河西之战结束。霍去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2次出征河西走廊，连赢2场大战，以最小的成本赢得了最大的胜利，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再给他增加10亿5400户，总食邑超过了1万户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万户侯。此外，跟随他的将领们也获得了封侯，赵破奴被封为从标侯，高不时被封为一贯侯，蒲多被封为回曲侯。而且，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赫赫战功，还派人为他建造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府邸。但是霍去病却坚持不就，并气概豪壮地说道：“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”再来看下此次出征的另外3名将领。张骞因为没有按时率军赶到，失期当斩，定为死罪，最后交钱赎罪，被废为了庶人。公孙敖因为迷路，失期当斩，定为死罪，最后也是交钱赎罪，废为了庶人。李广虽然损兵过半，但是他以少打多，将功赎罪，不赏也不罚。霍去病这边是加官进爵，名扬四海，可匈奴的伊稚茶单于却被气的是暴跳如雷。他派人到河西走廊去邀请浑邪王和休楚王前往龙城赴宴。浑邪王和休楚王很清楚，他们只要去了，就必定是死路一条。于是2人经过秘密的商议后，决定投降汉朝。汉武帝收到消息后是又喜又忧。喜的是，经过霍去病的2次大胜，匈奴终于从内部开始分裂了。忧的是，匈奴的数万人马集结在边境，如果是诈降，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于是他再次派出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前去接应。果然，在霍去病还没到达之前，休楚王就反悔了。浑邪王劝说无果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计划，便果断地杀了休楚王，并收编了他的人马，继续等待着汉朝的收编。霍去病率军来到了金城后，渡过黄河，直奔浑邪王的大营。匈奴的士兵们认出了这个年轻的将军便是霍去病，而且见汉军的队伍异常的威严，感到非常害怕，就陆续的开始逃跑。霍去病果断下令，锐汉成诛，设伏者勿取。然后他率领精锐进入浑邪王的大营，控制住浑邪王，其他将领则率军去追击匈奴的逃兵，斩杀了8000多人后，匈奴的士兵终于不敢再轻举妄动，稳住了局势。霍去病让浑邪王先行出发去面见汉武帝，剩下的4万多匈奴降兵则被汉军押送着跟在后面。回到长安后，汉武帝非常高兴，他将浑邪王封为洛阴侯，10邑1万户，同时还将浑邪王的儿子忽都尼等4个人也给封了侯。随后投降的4万余名匈奴人被分别安置在陇西郡、北地郡、上郡、朔方郡、云中郡，被称为5属国。从此浑邪王在汉朝过上了舒适的生活，直到老死在这里。而休楚王的反悔不仅失去了这个机会，连他的家人也跟着受到了牵连。他的太子投降后，不仅没能封侯，而且还被贬为了马夫，专门负责给汉朝养马。这个休楚王的太子便是金密帝。后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被汉武帝赏识，成为了汉武帝钦定留给汉昭帝的4大辅臣之一。具体的详情我们之后再讲。至此，河西走廊的匈奴人彻底归顺了汉朝。不久之后，汉朝派人前往河西走廊，召集匈奴的部众20余万，赶着牛羊迁往长城之内。为了方便管理，在之后的多年间，大汉王朝在河西陆续地设置了武威郡、张掖郡、酒泉郡和敦煌郡，被称为河西4郡。从此，河西走廊被汉朝控制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而且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，从而加强了汉朝与西域诸国的联盟，进一步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。
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